最近马来西亚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，在涉及几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中，有媒体报道超过500个银行和证券账户被冻结，其中包括几家上市公司相关账户。这些冻结行动来自警方的反洗钱调查 AMLA。 很多媒体在讨论的是谁是企业黑手党，但如果你是投资者，你真正应该问的不是这个问题，你真正应该问的是为什么资本市场会出现这种结构性事件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不会讨论八卦，我也不会讨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：当500个账户被冻结时，在资本市场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资本市场最危险的信号不是股价下跌，而是流动性突然受冲击。过去几周，警方和证券委员会已经展开调查，涉及多家上市公司。目前已确认的3个关键事实是：第一，多家上市公司的银行账户被警方冻结；第二，调查依据是反洗钱法 AMLA； 第三，这场调查涉及的账户数量可能超过500个银行与证券账户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市场人物 Victor Chin Boon Long 被一些舆论称为所谓的 Corporate Mafia， 但他已经公开回应，他发布了一份7页声明，明确否认这些指控，并表示自己不是所谓的企业黑手党，反而是这场事件的受害者。从市场解读看，这份声明的重点不是情绪，而是他把事件从传闻推回到正式争议的层级。他也表示，如果压力持续升级，自己可能不得不披露更多他所知道的事实。但如果你是投资者，资本市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人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在资本市场里一再发生。但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在更大的资本市场背景里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类似的事件往往发生在同一类公司，这些公司通常有3个共同特征。特征一，市值非常小，比如这次事件中涉及的一些公司市值只有几千万令吉。在资本市场里，小市值意味着一件事，控制权成本非常低，换句话说，只需要相对少量资金就可能影响公司的控制权。特征二，控制权容易变化，这些公司往往出现频繁的股权变化，例如新的大股东进入，股权结构快速改变，董事会重新洗牌。这种情况在小市值公司中非常常见，因为只要收购一定比例的股份，就可以对公司产生实际影响。第三，这些公司的业务叙事往往非常具有想象空间，例如科技、数字业务、数据安全等等，这些行业本身并没有问题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业务叙事远远跑在盈利前面，股价就很容易被预期推动。所以当3个条件同时存在，小市值、控制权容易变化、叙事型业务，资本市场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环境，资本运作会变得非常容易。资本市场的问题往往不是坏公司，而是结构允许故事先于盈利发生。我们先从控制权这个角度切入，如果你观察很多小市值公司，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：控制一家公司未必需要很多钱。例如一家市值80 million 的公司，理论上只要控制 20% 到 30% 股权，就可能对公司产生决定性影响。换句话说，控制权的成本有时候只需要几千万令吉。在资本市场里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门槛。当新的控制方进入之后，第2步通常就是改变公司的叙事。比如公司可能会宣布，我们这个公司将会进入科技业务，进入 AI 领域，进入数据服务或者网络安全等等。这些行业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叙事往往比盈利来得更快。资本市场喜欢故事，因为故事代表未来。当控制权变化加新业务叙事出现，市场就会开始重新定价。很多投资者会认为股价上涨是因为业务变好，但实际上股价上涨的原因可能只是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改变，而不是盈利改变。资本市场里最常见的顺序不是先看到盈利才有股价，而是先有叙事，股价先动，最后才轮到盈利验证。很多时候甚至根本等不到盈利出现。你可能就疑惑了，为什么监管机构没有更早发现？答案是，很多交易在纸面上都是合法的，真正难的不是看见一笔交易，而是把分散在多家公司、多账户、不同路径里的资金流和控制关系串起来。所以监管不是不知道，而是必须等到3个条件成立。首先，很多资本市场交易在法律上是合法的，例如股权买卖、大股东变化、公司业务转型、资本重组，这些都是正常的资本市场行为。如果一家公司宣布进入 AI、进入数据安全业务，这些本身完全合法。监管机构不能因为
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夸张，就介入调查。资本市场允许高风险叙事。第二个原因是资金结构非常复杂。在现代金融体系里，资金流动通常会经过多家公司和多个银行账户在不同的金融机构，而反洗钱调查的核心难度在于合法资金和非法资金往往混在一起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资金看起来是正常交易，只有在长期分析资金流之后，才可能出现异常模式。这就是为什么反洗钱调查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数据分析。第三个原因是证据门槛非常高。根据 AMLA 机制，调查通常来自一个关键触发点——可疑交易报告。当银行或金融机构发现异常资金活动，才需要向监管机构提交报告。监管机构收到这些报告之后，才会开始进一步调查。也就是说，监管行动通常需要3个触发条件：资金异常、市场投诉和交易异常。只有这些条件出现，监管机构才会真正介入。资本市场监管的职责不是猜测谁可能有问题，而是当证据出现时采取行动。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者看的不是股价，而是3个更底层的信号：一、控制权；二、现金流；三、盈利质量。如果这3个东西没有改善，但股价却在快速上涨，那就必须非常谨慎。投资就像过山车，最刺激的不是最高点，是安全带断了的那一刻。第一个风险信号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控制权变化。在资本市场里，公司控制权如果频繁变化，通常意味着一件事儿：公司正在经历资本重组。例如，大股东快速进入或退出，董事会突然更换，控股结构重新调整，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违法，但它往往意味着公司未来的方向正在被重新定义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号，因为控制权改变往往是资本故事的起点。第二个风险信号是业务叙事不断改变。例如，一家公司先做物流，后来宣布进入科技，接着进入 AI， 这些行业本身没有问题。但如果公司的核心盈利模式不断改变，投资者就需要问一个问题：这家公司是在发展业务，还是在寻找新的叙事？资本市场非常喜欢新的故事，因为故事意味着未来增长。但故事如果没有盈利支撑，最终往往会回到现实。第三个信号是最简单的，股价上涨速度远远超过盈利增长。这在很多小市值公司中非常常见。当资金流、交易模式或股价出现异常时，监管才会开始注意，但在监管介入之前，市场往往已经给出一些信号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股价走势与基本面脱节。资本市场里，股价可以因为很多原因上涨，但长期决定价值的只有3件事：控制权结构、现金流和盈利质量。经过前面的分析，我们已经理解了3件事。事件涉及反洗钱调查 AMLA， 多家公司账户被冻结，甚至影响数百个银行和证券账户。同时，当事人 Victor Chin 已经公开否认相关指控，并表示自己是被牵连的一方。换句话说，事件仍然在调查中，所以现在任何人给出结论都太早。但这并不代表投资者什么都学不到。市场正在把调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冲击逐步计入价格。市场给出的定价路径是先砍流动性折价，再砍信息不对称折价，最后剩下来的才是基本面价值。所以真正成熟的判断不是猜结果，而是看冻结何时解除，以及官方调查何时有明确结论。在这之前，任何基本面分析都必须先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资金能不能正常流动？这一类资本市场事件最终通常只有3种结果。第一种结果，调查结束，监管机构可能最终确认没有违法行为，或者证据不足，市场情绪会逐渐恢复。第二种结果，公司恢复，公司可能解决资金冻结问题，恢复正常运营。账户冻结只是短期冲击，例如有公司已经表示正在通过其他账户维持日常运作。第三种结果，市场重新定价。如果调查发现重大问题，市场就会重新评估公司的治理结构、商业模式和风险溢价，这通常会导致股价重新定价。但对投资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并不是猜测结果，而是理解一件事情：风险结构。资本市场里最危险的不是坏人，而是看起来完全合法的结构。所以当你看到类似的事件，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谁是黑帮，而是市场是不是早就给出了信号。例如控制权变化、业务叙事改变、股价脱离盈利。如果这些信号同时出现，投资者就必须保持谨慎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 subscribe。我是帮你做笔记的阿福，我们下期见。